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落榜练习生、平面小模特、大笑表情包，当红花旦白鹿的成名之路。奔跑吧第6期欢乐上线，大家在屏幕前翘首以盼，终于等来了青春美少女白鹿。也就是那位绝世美女白梦妍，白鹿果然没让大家失望，一出场就尽显逗比本色。一声令下，蒙着眼罩的7位嘉宾摸索着奔向前方，他们的目标是争夺场中央的6个小板凳。就在其他嘉宾都还晕头转向，分不清东南西北的时候，什么都看不见的白鹿火速踩着 Z 字步，准确无误地奔向那排小板凳。双手哗啦一下将板凳统统收入囊中，然后推土机般顶着板凳大军浩浩荡荡挪向场外。蔡徐坤都惊呆了，直呼：哇，这是高手！这一顿板凳批发的骚操作，如行云流水般一气呵成，看得观众们瞠目结舌。白鹿落榜韩国练习生，从淘宝模特做起，到小视频演员，再到电视剧女主。多部热播剧让观众们都记住了这个灵性美少女。谁知到了奔跑吧，画风骤变，灵性美少女秒变村头大傻姑，魔性笑声余音绕梁3日不绝。白鹿在表情包大道上一去不复返，结果人气不跌反升，她凭什么能笑成一线明星？白鹿1994年出生于江苏省常州市一个工薪家庭，原名白梦妍。进入演艺圈后的艺名为白鹿，和大部分90后一样，她刚入初中就开始看韩剧，学韩国明星唱唱跳跳，梦想是成为韩剧女主角。18岁那年，她怀揣着梦想，在妈妈的陪同下前往上海，参加了韩国 SM 公司的海外练习生选秀。可惜实力不够，白鹿落选了。梦想还没扬帆，就折翼在家门口。此处不留人，自有留人处。1.65米，亭亭玉立的白鹿转身面试了淘宝的平面模特，成功签约服装品牌叙旧，开始了拍美的职业生涯。叙旧家世文艺森系风，在白鹿的演绎下，原本朴实无奇的衣服也变得灵动可爱起来。有不少客人因为太喜欢白鹿的美照，而不自觉买了叙旧好几件衣服。是金子总会发光，白鹿被杂志文艺风向相中，挖去做平面模特。她开设了自己的微博，作为平面模特也是小有名气，慢慢有了一些粉丝。那时有不少网红跟风整容，三角脸狐狸眼，都认不出谁是谁。白鹿头脑清醒，坚持自我，不趟整容这浑水。她像纯天然，如迎风招展的雏菊，自然朴实又美不胜收。不久之后，小视频崛起，白鹿有幸签约猫的树工作室，开始拍微电影。21岁的白鹿还有肉嘟嘟的婴儿肥，笑起来有2颗小虎牙。小视频多少真心话在中，她是那个明明爱着张明恩，却不能勇敢说出来的小女生。玩笑。告诉对方你可以考虑一下我啊，下一句却是我开玩笑的。问对方你会不会想我，马上又补一句你还当真啦。到了最后的分别，他都没能说出自己的真心话。回眸一眼，只有无尽的惆怅和落寞。世界这么大，能与你相遇真幸运里，白鹿和王旭东撒了一波甜蜜狗粮。他俩时而漫步在海边，时而牵手在草地上，嬉笑打闹，深情对望。微风拂过白鹿长长的秀发，她恬静的笑容里满是被宠溺的温暖。白鹿的清新吸引了一大波粉丝，也为她打开了新的机遇。制片人于正在看到猫的视频后，一眼相中这个灵性文艺美少女。于正，知名编剧和制片人，拍过很多如《宫锁心欲王的女人》《延禧攻略》这样火爆的电视剧。他洞悉女性心理，拍出来的都是女性爱看的题材。杨幂、赵丽颖、袁姗姗、秦岚、聂远、
佘诗曼、吴谨言等都在于正的电视剧里火了一把。于正找到白鹿，和他聊了2个小时，直接告诉他签约。那一刻，白鹿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天上掉蛋糕了，就这么砸在他头上，砸得他欣喜若狂。白鹿在心里默默感谢上天，原来当年为他关上韩国练习生的门，就是为了这一天打开祖国演艺圈的窗。就这样，幸运的白鹿顺着命运的安排，从模特升级到演员，进入了心心念念的演艺圈。他在心里暗暗发誓，一定要好好把握这个机会，就算不能大红大紫，也要尽全力拼搏一把，无愧此生。白鹿天资聪颖，经过半年学习，就能自如融入角色，丝毫不逊色其他科班出身的演员。22岁的白鹿出演了人生第1部剧《朝歌》，饰演的是一个18番的小角色，武艺高强的女将军邓婵玉。之前她面对镜头，只要笑一笑，扮可爱就行，可是现在要实打实的演技。一开始白鹿有些忐忑不安，为了尽快适应工作，她拿出拼命三娘的气势，使劲研究剧本和人物。当年上学都没见她这么积极。也许白鹿真的天赋秉异，很快她就摸到了门路，开始演得有模有样了。第2部剧《凤求凰》，灵性白鹿得到了女二的机会，分饰2角，一个是英姿飒爽的女将军霍玄，一个是妩媚妖娆的小妾乐韵。作为刚出道不久的新人，白鹿演技完全不逊色当红流量明星，将军的霸气和小妾的狠辣被她演绎得入木3分。而女主关晓彤不幸因缝纫机造型惨遭滑铁卢，讨喜的白鹿凭借2个角色一前一后不断出镜，风头居然盖过了女主。只演2部剧就能有如此不俗的表现，于正觉得她是个好苗子，将来一定能火。在于正的安排下，白鹿主演了《西游记》《女儿国》《大王不容易招摇》《世界欠我一个》《初恋》等剧。烈火军校里，白鹿剪起短发，变身现代花木兰谢香，一举一动都摆出了帅哥的风范。别说，居然还演得挺好，活脱脱一个英俊潇洒气宇不凡的青年好儿郎。白鹿颜值十分在线，即使只有清淡的底妆，仍然靓丽无比。观众评价说，这才是成功的男装，不像别的剧，男装还腮红唇膏假睫毛样样不少的。白鹿继续在成角的道路上死磕，他明白自古以来一举成名的人少之又少，到30岁、40岁才大器晚成的人也比比皆是，他大概率也要经过多剧碾压才能等到出名的机会。但行好事，不问前程。白鹿经过半世蜜糖半世伤玉楼春，终于等来了她的成名作。白鹿饰演的时宜，年少时软萌可爱，一生师傅把人心都叫酥了。长大后的时宜温柔刚烈，一句周生辰，我来嫁你了，让观众不自觉跟着泪流满面。凭借这部剧和紧随其后的一生一世，她获得了年度人气最佳女演员奖、华鼎古装最佳女演员奖。27岁的白鹿终于火了，开始炒起了话题，带起了热度。她微博的粉丝蹭蹭直涨，从几十万涨到几百万，又突破1000万大关。综艺节目和广告的邀约也蜂拥而至。论颜值，娱乐圈里颜值高的女生如地里的野草般一抓一大茬，但并不是人人都得到了于正的青睐。白鹿究竟有什么样的魔力，让于正5年如一日，大把女主的机会都给她，坚定不移要捧红她。拍《烈火军校》时，某天深夜，于正躺在被窝里，都快要睡着了，被手机铃声吵醒。他接通电话，电话那头传来了白鹿的声音。原来白鹿刚结束白天的拍摄，正在自己房间里抠剧本，遇到不懂的地方想向于正请教。尽管和白鹿合作了好几年，于正还是忍不住感叹白鹿这人能处。还有一次拍打戏，不巧是白鹿的生理期，痛经让她浑身冒虚汗，牙齿直哆嗦。
但是他掏出止疼片一口闷，就硬着头皮上了战场。虽然感觉不到痛，但白鹿还是虚弱无力。他用尽全力和对手过招，整一套戏服都快被汗水湿透。导演一喊停，他就瘫在椅子上半天起不来。当记者问起这事时，他却没有半分卖惨的意思。平时在片场，白鹿和大家相处甚欢。他逢人见面打个招呼，离开再打个招呼，哥哥姐姐嘴很甜，谢谢麻烦也常挂嘴边。基本一部剧下来，白鹿和化妆师、造型师、道具师等等都能成为好朋友。年初，搜狐娱乐颁布了年度艺人红黑榜，白鹿被选为最有好感的艺人之一。记者们表示，白鹿人美心善意相处，很体贴他们这些打工仔，托他的福，每次采访任务都特别圆满顺利。白鹿与闺蜜的姐妹情深，也是圈子里的一段佳话。白鹿出道前有个很要好的闺蜜，本名何汉丹，昵称呵呵。两人在白鹿21岁时相识，因为都是大大咧咧、活泼开朗的性格，臭味相投，所以很快发展成了闺蜜。白鹿遇到不顺心的事，都会第一时间寻求好闺蜜的慰藉，好闺蜜也从来没让她失望过，总是给她加油打气，呐喊助威，让白鹿再度开怀大笑。白鹿那时候总说：“呵呵，等我出名了，你就跟我混，包你吃香的喝辣的，谁也欺负不了你。”好啊好啊，那必须的。两人嘻嘻哈哈地做着白日梦。白鹿29岁，在娱乐圈有了一席之地后，她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闺蜜打电话：“呵呵，你来陪我吧，我养你。”好闺蜜二话没说，立刻辞掉当时的幼师工作，飞奔到白鹿身边，成为了白鹿的私人小助理。两人曾经一起做过的白日梦，居然成为了现实。有一种幸福叫白鹿的助理。白鹿助理工作内容如下：坐飞机从经济舱升头等舱，采购零食拿白鹿的亲密付买，抢白鹿的衣服换着穿，雨天享受白鹿为他撑伞待遇。有喜欢的偶像，白鹿负责半路截住偶像要签名。白鹿吐槽说：“别人家助理那是真助理，我们家助理那是真老板，吃我的，喝我的，用我的，还睡我的床。”呵呵，大助理生气了，我还要负责发红包去哄他。当然了，这个助理也不是吃白饭的。为了真正帮到白鹿，闺蜜特地学习了助理必备的相关知识。平时她像老妈子一样全面照顾白鹿的饮食起居。娱乐圈不能说没有闺蜜情，但真的太少太少。多少曾经的好姐妹，都随着时间的流逝变得老死不相往来，甚至还有反目成仇的。白鹿和闺蜜可谓是娱乐圈的一股清流。如果当年于正刷到的是这样的白鹿，那大概率她不会签下这个小模特。在综艺《奔跑吧》里，白鹿穿着东北土味大花袄，扎着红孩的红绳羊角辫，却笑得比牛魔王还猖狂。她一笑成名，全网上下震惊，原来你是这样的白鹿。偶像包袱不存在的。没过多久，白鹿就成了鬼畜区的常驻嘉宾。人们经常看到她是这样的，或是这样的，要不就是这样的。在她肆意狰狞的笑容中，白鹿的热度、名气、路人缘都一飞冲天。每次看到白鹿笑得龇牙咧嘴，东倒西歪，也不知她笑的是什么，但观众就会情不自禁跟她一起笑起来，一天的疲劳也感觉一扫而空。这笑声太魔幻了。白鹿在《奔跑吧》里尽情释放天性，人们这时才发现，原来她是个天生的谐星。有一期节目需要嘉宾们蒙着眼，沿着长长的赛道翻滚过去，穿过终点的大门。白鹿一开始几个跟头都相当精彩，直奔大门准确无误。眼看着最后一个跟头就能翻到大门，白鹿却秒变迷路，在原地四处摸索，还对着秦霄贤就要翻跟头，吓得秦霄贤大叫：“
痴呆了几秒钟后，白鹿智商重新上线，一个跟斗撞到门上，还哎呦一声惨叫，然后颤颤巍巍摸索着进了大门。村姑那场节目里，为了不被小鞭炮砸到，白鹿埋头就跑，厚重的大花袄随风摆动。说好的矜持呢？说好的端庄呢？明年乡村剧女主有着落了，白鹿还有个爆笑黑历史，滚瓜！原来我们都误会白鹿了，原来她一直就不是什么文艺美少女，而是魔性大傻姑。白鹿表情包也紧随其后散布全网。白鹿无奈地说：“别问我怎么笑成表情包的。”白鹿火出新高度，关于她的话题总是霸占热搜榜前10位。最新一期的《奔跑吧》开播，也毫无悬念地窜上综艺榜第1名。如果说演电视剧，她在观众心里还只停留在偶像明星阶段，那综艺节目挖出了她最真实的一面，也让观众都喜欢上了这个真实不做作、呆萌又讨喜的大女孩。白鹿主演的市井百态生活剧《警察荣誉》上线，另一部主演的古装剧《宁安如梦》也正式开机。白鹿趁着风头正盛，多出作品多曝光。这一路走来，白鹿没遇到什么大挫折，可说是顺风顺水，相当幸运。论颜值身材，白鹿可甜可咸，又美又飒，稳占1线位置。论人品善良，她前有制片人热捧，后有小闺蜜力挺，人缘好人脉广，到哪里都吃得开。论不端不装，只要她一开始哈哈哈笑得前翻后仰捶胸顿足，那魔性笑声就能感染屏幕前的每一个人，让大家伙都开始乐呵起来。谁不爱这么一个欢乐多多宝藏女孩呢？明明可以凭颜值当花瓶，白鹿偏要凭本事做演员，结果凭魔性笑声爆红，也是没谁了。